大家知道我们有关注的 AI 的股票 NVIDIA 啦 HMCI 啦是跌了好多啊。上几次我们都有警告过，有可能一个调整来了。如果你是上几次有听过我们讲的，那调整来的话应该是蛮开心的。那现在手上有资金的朋友，高位卖掉的朋友，心里肯定痒痒的，什么时候可以买回来呢？有没有人对这个有兴趣的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一下。那为什么晶片股会暴跌呢？其实这里啊，好多的网友说 overvalue 价值好像是没有那么高。其实这些成长股它的价值是很难估计的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我算了算 DCF， 我算了算 NVIDIA 的 intrinsic value 是多少钱，这个人要不就是 bullshit， 要不就是根本不知道什么。因为财务数字的话，相对他们整个股价来说是很小的，但是他们值钱的地方不是在现有的财务数字里面，所以你要估计他们的真正的价值的话，是不是1000块就是 overvalued overpriced 很难讲。NVIDIA 400块就有人说 overpriced， 600块有人讲 overpriced， 1000块就有人讲 overpriced。 还有一点啊，现在跌到了700多块，你说跌了好多了。如果我年初的时候告诉大家 NVIDIA 会到700多块，你说有这么高吗？ Crazy 嘞 overpriced 嘞，因为当时只有400多块，400多块的时候有人已经觉得 NVIDIA 是 overpriced， 所以价值投资法在这里不适用，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它的价值。400多块听 NVIDIA 700多块觉得好贵 crazy， 1000块970多块跌到了700多块，你觉得哇好惊慌，都是700多块，为什么涨得太多了会跌呢？有人说战争啦加息啦也只是一个借口，但很多人之前呢涨的时候不卖的，因为这个趋势很强，你用技术分析的话，涨了这么多的话，卖早了就400块下车了，500块下车了，600块下车了。真正好的一个投资者就是涨的时候不卖的，真正把这个整个 momentum 整个趋势吃掉了之后什么时候卖呢？现在咯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趋势改掉了，第二个战争啦加息啦，有这个理由。那有这个理由的时候，不明朗的因素多了，那如果你是300块买的 NVIDIA， 400块买的 NVIDIA， 500块买的 NVIDIA， 600块买的 NVIDIA， 700块买的 NVIDIA， 快点 take profit 走，700块再不走的话，赚的钱全部见掉了，600块还能赚了不少了。这些资金的流动用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就非常好。这里基本分析你怎么看 NVIDIA 值多少钱，基本分析价值投资法做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看技术分析它趋势怎么样，资金在流动还是怎么样。 Rich 这里技术分析是你的强项了，你讲一下吧。在这个星期大跌之前，大概是在3月9号那个时候呢，我记得星期五做完 GMT 半夜的12点多，当时候看到 NVIDIA 盘前高开，结果呢是跌破了之前的低位，已经是一个穿头破脚的信号。当时候 NVIDIA 的成交量也是很大的。那除了 NVIDIA 之外，其实有其他的晶片股或者是其他的科技股也是有类似的走势，或者是一些很不正常的走势出现。所以我当时候也是马上在社群里面分享我的看法，也说到啊，在未来呢，整个大盘或者是半导体的行业、科技股，或者是过去已经是涨了很多的股票，在未来可能会有个回调。GMT 的同学可以作证，或者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，你可以加入 GMT 回看社群那一天的贴文，就会看到我是很及时的发了这个 post 提醒大家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也看到陆陆续续有不同的股票，像是台积电啊，或者是 AMD 啊，也是跌破了一些很重要的支持，比如说50天线和20天线。那跌破了这些支持位之后呢，也是会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些位置去止损，或者是 take profit。所以呢，也会导致了有一些跌势。另外有一些因素，像是刚才齐跑百说过的，过去为什么涨这么多，这个市场预期未来可能会降好几次息，并且呢是预期可能6月份就会降息，但现在呢这个期望已经是没有了，很有可能会有加息的这个可能性。市场的看法和立场改变了之后，他们也是会有所行动的。他们之前可能有买入这些股票的，他们也会套现其实我是更喜欢基本分析的，但技术分析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很多时候啊更加的及时，市场情绪的变动或者资金的流动，一跌破某一个位，人家开始恐慌了，或者是要获利了，或者是要止损了。那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很难去描述。大家听到 Rich 讲的技术分析，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，欢迎你来学。没有学过之前，什么叫50天平均线啦，什么叫出货啦，什么叫成交量啊，怎么看啊，那通过一些基本的技术分析的指标
标，我们可以量化，不再是说现在市场好恐惧了，现在市场好亢奋了。我觉得亢奋，可能另外一个人觉得悲观，就问大家了，现在对特斯拉悲观还是亢奋还是怎么样？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但如果我们说特斯拉现在的 RSI 到了31，那就可以量化了，也是一个统计学，看概率。我觉得技术分析在这一方面有它的功效。Rich 技术分析要比我用的多很多。就这里呢，给大家看到，就是我在过去呢 GMT 里面也是有不断的提醒同学们，我们是要很谨慎，并且呢是要格外的注意的。我在这一期 GMT 里面有讲到一个概念 distribution days， 当时候其实已经有出现了一些信号，我们看到是对整个大势呢可能未来会有调整的可能性，并且呢我们是要注意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在3月的17号啊，如果你有看过我们的直播啊，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很多的同学已经是有问一些很热门的股票，包括 Nvidia， 包括一些科技的股票啊 ，CrowdStrike 等等等等。我也说过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如果你还在留恋这些科技股的话呢，这些资金已经开始会寻找一些防御性比较强的一些板块。我们也指出了科技股和晶片股它的表现已经是弱势的，在右下角直播影片时间27分38秒那里，我也说过，当时候呢，整个大势都有出现一些信号，可能未来会经历一个调整的情况。为什么今天会跌，并不是现在我们才去做准备，才去亡羊补牢，就是这个很神奇啊！3月17号或者3月05号，那通胀的数据还没出来，美联储没有说不降息了，人家还是在猜测美联储6月份就会降息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以色列会打伊朗，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。但是呢，我们从这个技术的分析已经能够判断到，给大家一个比较深奥的玄的问题来思考一下，到底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在有一个剧本，按照这个剧本在发生，已经在3月05号、3月17号，具体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具体的剧本已经好像在说了要发生这件事情了，使到现在的股价会调整了，这还是真的碰巧了。当时我们说完之后，真的发生了。阴谋论的话就是说，其实背后一早就有人想把整个资产价格弄下去，弄下去了才能再炒上来。如果永远是往上走的话，那背后的那些人赚钱的机会就少了，所以一定要找个机会把它拉下来。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找理由，加息啦、通胀啦、打仗啦，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在3月05号就看到信号，3月17号就看到信号？我们在 GMT 里面也有讲到，其中一个心理的偏差，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本能式的行为，就是去找理由去解释。其实不用解释，解释的那些理由都是硬的按上去的，不用讲理由的话都能猜到。我们陆续的有 update， 在4月5号的 GMT 里面，我也说到了另外一个下跌的信号啊，当时有看到4个指标的追踪的 ETF 是出现了穿头破脚的信号，在当天我也是再一次的指出这个信号，同学们应该要谨慎的。对对对，有些网友已经在想了 GMT 里面不断提示怎么能加入呢？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GMT 里面，我们还把很多的基本的知识通过网上的课程看多几次看明白。我也是希望大家是完全学好了，不是来拿一个号码，不是来告诉我什么时候应该买，而是真正的掌握了我们所用的工具，我们所用的技巧、心态等等，使到你也是下一个 Rich 学的时候才只有10岁，大家也可以修炼。有一个功课来问一下大家，你觉得现在我们选股5部曲的话是到了哪一个阶段？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其中有个问题，台积电业绩不错为什么会跌呢？ Netflix 出来的业绩不错为什么又跌呢？到底我们要看业绩呢，还是好像业绩做出来之后不错，但是照样是跌？那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选股5部曲，一个公司的业绩只是第3步，整个框架里面第一个影响股票最大的就是牛熊周期。很多人想听港股，港股现在是在熊市，在熊市里面你业绩报告出来怎么好，它都好像涨一点点，但是一旦不好的话它会跌很多，这就是牛熊周期。选股5部曲第一步，影响股票的影响力要比具体的那个公司
出来的业绩报告或者它的发展是更加重要的。在选股5部曲的整个框架里面，我们也有给大家细分的条件去找到底是牛1、牛2还是牛3，熊1、熊2还是熊3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分的话，也可以之后参考一下我们的选股5部曲，从第1步牛熊周期到第2步怎么去找爆升的板块，第3步怎么去寻找龙头股，第4步什么时候买，第5步什么时候卖，具体的框架都在整套系统里面。大家现在先回来这里，特别是有看过我们选股5部曲的同学们、网友们，你觉得美股现在在牛1、牛2、牛3还是在熊1？给大家10秒钟时间发表个意见。我们知道了现在美股在哪里，我们就能判断。没有人是100%能确定的，这个世界上未来没有发生，但是我们猜中的机会大大的增加了。那我们其实主要还是要看不同周期阶段的一些特性。如果是熊1的话，因为熊1之后还有熊2，熊2之后还有熊3，大家就不要过早的去捞底了，我们应该是继续观望。现在大众有没有在怀疑？我觉得是没有在怀疑。有没有跌了很急呢？没有跌得很急。有没有再去杠杆呢？没有再去杠杆。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美股在熊1的机会会少一点。再退一步，在没有进入熊1之前是牛3，美股是不是什么都涨？垃圾股都涨，垃圾都涨，而且是大家狂热的。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到那里。之前涨的其实都是背后有业绩支持的，比如说 SMCI 它的业绩报告出来很好，比如说 NVIDIA 它现在正好是搭上了这个 AI 的浪潮，所以 AI 浪潮推动了 NVIDIA、SMCI 这些的业绩，它的盈利增长得很快。所以呢，是有一个企业盈利的增长来推动的，而不是说因为钱太多了乱炒了。我们现在还在一个量化紧缩的阶段，还在一个加息的阶段，不存在热钱过多的。所以我个人觉得呢，如果这样来推算的话，之前的美股也不在牛3，更加的印证了现在美股跌的话，也不是进入了熊1。我们看回之前涨得多的背后都是有业绩的，不像 .com 的时候是没有业绩的都乱炒了。那之前涨的那些股票，包括比如说 Meta， 它的业绩报告出来很好，那就涨了。业绩报告出来不太好的，包括 Apple 或者特斯拉，虽然它的业绩报告还没出来，但是我们事先看到它的销售开始下跌了，它的股价马上反应了，并不是说盲目的来炒作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美股的话，现在还是在一个企业盈利的推动影响最大的，业绩好了它就涨了，业绩不好了它就跌了。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波动，会乐观会悲观，股票不会一直往上涨，也不会往下跌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虽然大家对美股整体来说还是乐观的，那我们的策略就是 buy low and sell high 了。这就是 Rich 之前一直在带领大家用技术指标看的，什么时候在高位的时候卖走了 sell high 高估了，把资金拿回来，等它调整了之后，到了低位的时候又可以 buy low。所以低买高估，这是牛2的一个策略。大家看到其实不是盲目的去拍脑袋的。很多人说，如果是美股在牛2的话，那基本上这是个调整。如果是调整的话，那就在调整到一定位置之后，就还是可以 buy low and sell high 去低买高估的去捞底。如果是熊1的话，那就等它熊2、熊3过掉了再说了。那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 S&P 500，那现在呢，它其实已经是突破了下降的轨道。那这个下降的轨道呢，是从去年11月一直涨到现在的一个阶段，并且是跌破了50天线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下一个支持的区间呢，大概是在4800左右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历史新高，在那个区间里面也是会有一个支持位。在下面一点呢，大概4600多那里，就那个绿色的线，其实就是200天线，那里呢也是一个潜在的支持位。那短期来看的话呢，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的，已经是开始美股的一些财报季，我们也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公司也是出了它的业绩报告。
啊，比如说台积电，比如说 Netflix 这些公司，虽然它出来业绩报告之后，我们看过是蛮不错的，但因为市场并没有达到预期，或者是调整整个市场在调整，所以他们也是受到了牵连。那我们就更需要留意了，因为有一些市值很大的公司，比如说 Tesla、Microsoft、Google 这些都算是 M7 里面的龙头企业，他们市值呢也是占比很大的。如果它未来可能会涨或者是会跌，波幅呢也是会蛮大的。给大家一个经验的分享，在股票市场调整的时候，财报出来好，它不怎么涨；财报出来一不好，它就往下跌好多。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算是不错的，业绩报告出来是 beat expectation， 超越市场的预期的，结果它还是跌。Netflix 其实也是不错的，结果还是跌。这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大势在调整。所以 Rich 刚才给大家讲了，第一个支持位4800，第二个支持位4600，就那个200天线嘛。那 Nasdaq 的话，绿色框框支持的区间，同时间也有一个200天线的位置，大家留意200天线的移动平均线了啊。